卑微女总裁刚想拿5个亿来讨我欢心，却听到屋内我的白月光正向我表白。她想到我即将弃她而去，整颗心碎了一地。不料下一秒，啪啪几个巴掌声响起，陆林竹还算漂亮的脸已经肿起来了。我将她打倒在地，然后指着她的鼻子开始输出：草你大爷的，赶紧给老子闭嘴吧！一个肾而已，说得轻巧，要我捐肾给她。好啊，我嘎一个，你也嘎一个，我的给他换上你的拿去喂狗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去如何？陆林竹捂着肿起来的脸指着我，你特么有病吗？对啊，我可不是有病吗？要不从前怎么能看上你呢？幸好我娶了对的人，他把我的病给治好了。睁大你的狗眼珠子看看，我老婆比你漂亮1万倍，比你有钱1万倍。我不喜欢她喜欢你，我图什么？门外的温暖身子紧绷着，脑子嗡嗡作响。风白说他喜欢自己，而且还叫自己老婆。瞬间，这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、杀伐果断的女人，此刻脸红到像是要滴血，心跳快到无法呼吸。陆宁竹神色略有慌张，这傻逼男人知道他跟阿明的事了。阿峰，别闹了好吗？你打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阿明在医院等你很久了，你就跟我去医院把同意书签了好吗？此时门被打开了，温暖跟一群保镖冲了进来，他有些不安地走到我身边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大，他是真的变了，还是在做戏给自己看？我看着这个天仙一般的女人一步步朝着我走来，心里全是心疼和愧疚。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，那时的我指着他说，我凭什么不能跟陆林竹在一起？你这不能生育的废人，就连试管都很勉强，难道要耽误我一辈子吗？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而那时的陆林竹像是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瓜，震惊地看着温暖，随即鄙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，人称天之娇女，生下来就在罗马的温暖，原来竟是不能生育的废物吗？陆林竹挺直了腰板，他伸手搂住我的胳膊，耀武扬威道，温总原来不方便啊，那以后令夫就由我来满足便好。一向冷漠强大的温暖几乎瞬间被压垮，他没想到我居然用他最大的弱点狠狠刺他的心，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狠狠碾压。在那之后，温暖不能生育的事情就被传了出去，他几乎1个月间迅速消瘦苍老，在不富之前意气风发之态，他不怕别人议论讽刺，他怕的是自己最心爱的丈夫狠狠伤害他。想到这些，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再次见到温暖，她秀丽的柳眉之间有着本不该属于她的忧愁和辛苦，那都是因为自己。我这时带着无尽的悔恨冲过去抱住温暖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温暖全身绷紧，她轻微颤抖着，试探地抱住了我。阿峰，你怎么了？别说话，抱着我。他乖乖听话照做，将我紧紧抱住。我感受到了他温暖的怀抱，想到之前他为了陪伴我，毅然决然抱着我的尸体入海，心就好疼。温暖，这辈子我再不负你。我大手一挥，对保安队队长说，记住了，以后狗与陆宁竹不许入内。好的，先生。陆宁竹被直接丢了出去，我笑得很是开心，转头却看见自家老婆满是狐疑和阴沉的脸。他放开我的手，转身上楼，背影很是决绝。他这是怎么个事？咋还不开心了？于是我连忙追随他上楼，进了房间。温暖神色淡漠疏离，见我来了，他将手里的卡递给我，这是你要的那5个亿，你去交给你父亲吧。至于你哥哥的事情，我已经联系人了，可以保他不死，但是关几年是肯定的。他说着，眼睛紧紧盯着我的眸子，心一点点沉下去。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？你明知道你说的我都会满足你，不必这么大费周章。我牵起他的手，把卡重新塞给他。老婆，这5个亿你拿回去，我爸的公司倒闭了才最好。我哥那边你也别插手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街杀人，如果你庇护他，一旦让人知道，你和你的公司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以后我不管他们了，你也别管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这天底下真正对我好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我现在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你还愿意相信我吗？温暖的眼角微不可察的跳动一下，心跳速度又加快了。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从我的眼神里找到我说谎的证据，却见我的双眼十分干净。可是到如今他还能相信我吗？前几天我哭着和他说，以后都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就问他要5个亿。5个亿对温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给我当零花钱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可我却用伪装，用欺骗去从他这里榨取。可在他点头之后，我就又恢复了从前那般的状态，哪怕被他碰一下都要去洗澡。温暖在某些方面十分自卑，她是个欲望正常的女人，奈何从前身体有问题，她太想要正常的夫妻生活了，更是疯狂的想要个孩子。可她没那个资本，暗恋了自己8年，却只敢远远观望保护。那一晚在酒店，有人要把我送给一个老女人糟蹋换取利益，我却误打误撞闯进她的房间。那时候的我失去了神智，温暖本就无法抵抗心爱之人的靠近。在那晚之后，温暖发现她自己在我身上是有反应的时候，她是惊喜的，是疯狂的，她控制不住一次次亲近我，几乎癫狂的想把我揉进怀里。可第2天，媒体记者拦门拍照，我家为了攀附高枝，温家为了保全颜面，迫于无奈我娶了温暖。之后就算温暖找到了证据，她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可我也完全不相信了，只知道一味怨恨。她积蓄了8年的爱慕，内心如狂潮一般释放着对我的爱意，她想用自己的全部换我一点点的垂怜，然而得到的却只是欺骗与怨憎。我抿着嘴，眼里蒙上一层水雾。老婆，我会证明我自己的真心，会跟那些人断干净，从今以后心里只有你，我会跟你好好生活，一定让你成功生下好多小宝宝，好不好？温暖冷笑一声，后退了一步。你知道我不能生育，何必说这样的话来刺激我？他咽了咽口水，眼前的心爱之人似乎伸手便可拥有，可他真的怕了，怕那甜蜜中带着致命的毒。我扑哧一笑，牵着温暖的手塞进我的裤中，然后伸手搂住她的腰，在她耳边低语，能不能生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就像那晚，就像新婚之夜，我会证明我的真心，你也证明你的实力，好吗？这些话疯狂涌入温暖的大脑，几乎将她冲击得神志不清。我靠，好硬！温暖瞬间把手拿出来背过身去。风白，
你别太过分。我笑着从后面抱住他的细腰，循循善诱。老婆不肯给我机会证明吗？阿峰好伤心。我在他的马甲线上描摹，一点点将他全身的细胞点燃。见他还是没有反应，我故作失落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老婆不会再原谅我了。不对，不应该叫老婆了。对不起，温小姐，我不该再打扰你了。说完，我便放开他，转身就要走。下一秒，温暖紧紧抱住我的身体，他的呼吸滚烫，身体剧烈颤抖着，脸烧得如同一块通红的木炭。风白，你跟谁学的？这么会拿捏我？他紧了紧双臂。你在骗我？你在跟我提要求，对不对？你想要什么，大可以直说，再不开口可就来不及了。我可以提任何要求，哪怕要他的命，他都可以双手奉上。但他不想被骗被戏耍。我转身抱住他的身躯，俯下身用嘴轻轻点吻他的下巴。我想要你的身体。温暖猛地喘息了几下，拉着我的手朝着卧室走去。再睁眼已经是次日中午了，我腰酸二地疼，腿酸到站都站不稳。温暖不在身边，我掐着自己几乎要断掉的腰，去卫生间上了一次体重秤，脸顿时黑了，足足掉了3斤，一晚上掉3斤，这合理吗？他太疯狂了。洗漱好，穿上衣服，刚出卫生间，温暖就迎面走了过来。原本冷漠禁欲的模样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瞬间就化身成一个温柔知性的大姐姐。她从背后搂住我的身体，迫不及待想要跟我贴贴。她试探着伸手摸我的脸，见我没反抗，她顿时松了口气。看来昨晚不是梦，是真的。温暖得寸进尺，她挑起我的下巴。洗漱完了吗？我还是黑着脸，不信的话检查一下。说完，她转到我身前，抬头吻住我的嘴唇，空气里弥漫起费洛蒙的气味和让人浮想联翩的声音。片刻后，她有些不舍得离开我的唇。都是用一样的牙膏，怎么我的阿峰就更甜一些？说着，她轻轻拉着我的手，顺势把我抱在怀里搂着，柔声问：昨晚身子累不累？我脸一红，嘴硬道：一点也不，我好着呢。说完，轻轻推开了他。你怎么不去上班？温暖看着我脱离他的怀抱，他的心里也猛然一空，不依不饶地缠上来，继续搂着我。我是总裁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翘班在家陪老公。我不用你陪。温暖的心一沉，抱我的手更紧了些，说话的声音竟然还带了一丝委屈。我怕我回来看不到你。说完，把脸埋在我的脖颈处，不停磨蹭着。我顿时明白了，他是在担心我又跑了，想留下来守着我吗？我转身捧着他的脸，柔声说道：老婆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，真的。他微微点头，显然还是不信。我搂住他的腰，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。温暖的脸顿时爆红，猛地把我抵在墙上。是真的吗？我要检查一下。我嗯了一声，没有阻止他疯狂示爱。温暖脸上的红晕瞬间蔓延到了耳后，我依旧搂着他的腰。老婆，我没骗你吧？我对你动心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身体才会有反应，明白了吗？生理反应骗不了人。我向他证明自己的真心，结局就是再次被他证明了他的实力。温暖太猛了，我再次清醒过来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。来电人是陆林竹，忘记拉黑他号码了。毕竟从昨晚一直忙到现在，我原本想挂断拉黑，想了想又憋着坏笑接听。阿峰，你还在闹别扭吗？开口就是那种带着责备的语气，听得我火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原来昨天我那么坚决的拒绝他，在他看来就只是在跟他闹别扭。你不会以为我在等你哄我，然后乖乖去签字捐肾吧？陆林竹理所应当的说，难道不该是这样吗？我知道你昨天是在演戏，他那么有钱有势，我知道你家里很需要他，所以你才那样对我的。阿峰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肯过来，我答应你的依然算数，我会跟你结婚的。他说完，那边传来一阵让哭泣的声音，我深吸了口气，平复自己摔手机的冲动。昨天就应该让人打死他，然后挖坑埋了。不过这一天也不远了，我可是给这两口子准备了一份大礼，还有我亲爱的家人们。这时电话那头换了一个声音，语气故作虚弱地说：阿峰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求求你救救我好吗？没有你的肾，我真的会死，我以后都会做牛做马报答你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他哭得厉害，那边的陆宁竹隐忍着心痛和怒气，不停地安慰他。我笑嘻嘻，你要死了，那可挺好，啥时候开席呢？就咱俩这交情，你不得单独给我开一桌？说完我猖狂大笑，陆林竹立刻抢过电话怒道：风白，你真的是疯了，他是你最好的兄弟，你说这话还有没有人性？我看你真是让那个温暖给洗脑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又特么给我洗脑，我直接开队，老子就是特么的不去，有本事把我抓过去，没本事就憋着，你俩还真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已经跟我老婆结婚了，还有睁大你的死鱼眼，好好瞧瞧他瘦不惊风的身体，伏地魔见了都得欣慰点头。再骂我老婆一句，我让你全家上法制节目，还想跟你爹我结婚，你绝育去吧。说完我就挂断拉黑一条龙，爽是挺爽的，但这实在不是我的作风。说这么多不过是因为我很清楚，温暖一直在监听我，骂得越狠他肯定就越快乐。想必现在正在偷听的温暖应该已经爽翻天了吧。我去厨房准备给自己煮一份泡面，刚走到客厅我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，是温暖正在给我煮饭。从前他每次煮了吃的我都嗤之以鼻，冷声嘲讽，我可不敢吃，万一吃了之后又昏迷被你糟践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，然后转身走掉，任凭那桌子饭菜凉掉。此时的温暖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嘴角都带着笑，估计是刚才自己说的话被温暖听见了。我盯着他的身子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来。我叫出了系统，童子，我在这个世界的播种指标是几个？4个。不过宿主您别慌，咱们系统很神奇，怀了你孩子的女人会有美貌和身材的加成哦，不会变丑的。哈，我满意的点点头，看着自己老婆的好身材，忍不住吞了下口水。估计是我稀溜哈喇子的声音太大惊动了温暖，他转过了头。你醒了，饿了吧？
我正在做饭。之前我对他的冷淡和嘲讽，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，以至于现在他真的很怕我再次开口嘲讽。我走过去，十分自然地从抱住他。做的什么？我从楼上就闻到这个香味了。说完，肚子还很配合地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。温暖扑哧一笑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手心还不断冒汗，却故作镇定地挑起我的下巴，试探着亲吻我的嘴唇。我笑着捧起他的脸颊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，说出了一句让他全身都幸福到冒烟的话。以后你想亲我随时都可以，我是你的丈夫。他的嘴角几乎压不住疯狂上翘，然后又吧唧了我一口。我刚想说话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摸出来看了一眼，是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但是来电图片却是一个小宝宝纯真的笑脸。我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勺子，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屁屁，示意自己会帮他看着锅里的菜，让他放心去接电话。温暖的脸顿时红了，唰的一下子就蔓延到了耳后。啧啧，大总裁这么爱脸红害羞，员工知道吗？吃饭的时候我好奇问道，你来电显示是谁家的娃娃？不会是你私生女吧？温暖差点被饭呛到，然后有些伤心地看着我。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。阿峰，你明知道我不能生育，为什么还要？他的反应让我不禁在想，温暖渴望孩子到了什么程度，自己生不出娃娃，居然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。我伸手拉着他的手，我们生一个好不好？温暖愣了一瞬，片刻后才说，你要去精子库做测试吗？很遭罪的，不要去。我早就接受了自己不能怀孕这件事，没关系的。他说得很坦荡，眉眼之中却带着挥之不去的酸涩。我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。不，我是说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要留着你身上的血脉，留着你基因的孩子。老婆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温暖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谢谢你，阿峰，我这样你还愿意要我？温暖只当自己是在安慰他，我心里叹了口气，总不可能跟他说自己绑定了播种系统。但是等他肚子带起来后，温暖就知道我没有欺骗他。真想看看他红着眼阿巴阿巴说不出话来的表情。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剥虾，不小心被虾头上的刺扎了一下。温暖顿时紧张地皱起眉头，他抓住我的手查看，只见被戳破了皮，隐隐看见了血点。他便赶紧带着我去水池边清洗，然后找来纱布绷带给我处理。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，血都没出，你这样弄我怎么剥虾？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轻轻拿手敲在了我脑袋上。你以后都不许碰这些。不行，我喜欢吃虾。那也不许碰。他轻轻点我的鼻尖，以后我帮你包好，你不许碰。原来如此，他说的不许碰是这意思啊。以前温暖也替我剥虾的，只是那时候我特别讨厌他，他剥的虾被我视为脏东西。那时他剥好虾仁后就会放在我碗里，然后就被我夹出来丢在地上。要是他敢再放进去一个，我立刻就摔筷子，转身就走。时间一长，他也就不敢再招惹我了。此时我们坐在餐桌上，我拿着筷子吃饭，温暖则是低着头，纤细的手指帮我剥着虾肉，很快就剥好了一碗。我却是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用筷子戳碗里的饭。人间尤物啊，有这样秀色可餐的老婆，碗里的饭都没滋味了，吃饭不如吃它。温暖被我盯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不是要吃虾吗？已经包好了。我凑过去，在他脸上啄了一口，温暖手里的虾掉在了桌子上，他手指轻轻颤抖，忍不住地吞咽着口水，紧张到全身出汗。阿峰，他轻声唤我的名字。我捏起一颗小番茄放在自己嘴里，凑过去搂住他的腰，番茄轻轻触碰他的唇。从外面买菜回来的王妈看到了这一幕，顿时哎呀一声，小姐和先生终于和好了，这下夫人可要高兴坏了。看一眼，哎呀再看一眼，啧啧，这颜值简直神仙打架。王妈笑得眉眼弯弯，然后悄咪咪退了出去。我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在我父亲的公司，因为是老总的儿子，所以没有工资。我并没有因为老总儿子这个身份受到任何优待，反而因为我能力强，又是自己人，信得过。父亲母亲把所有困难的工作都交给我，然后冠我哥的名。客户我陪酒聊到胃出血，签单的却是我哥。家里给我上了5险1金，管我吃喝之后，就连每个月3500的工资也都给了我哥，美其名曰吃喝都不缺你，你想要啥跟爸妈说给你买不就行了。之前的我被剧情控制，居然真的就当了这个冤大头，天天给家里卖命。现在我不想了，班也不上了，在自己老婆家里摆烂。